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先生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离婚是一件坏事儿吗？最近有一档名叫《再见爱人》的离婚综艺，让婚姻和离婚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啊。我们这个哲学节目不是蹭热点啊，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抛开热门综艺不谈。既然最近大家都在关心婚姻和离婚的话题，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从哲学上好好来掰扯掰扯关于婚姻和离婚的问题。离婚是一件坏事吗？这个问题或者这么问啊，就如果一个人和他的配偶不相爱了，他提出离婚，他在道德上有错吗？或者他应当有道德负担吗？为什么这么问呢？你想啊，如果你有一份工作，你如果明天不想干了，你直接提出离职或者反过来你是老板你明天不想雇谁了，你直接解雇他可能由于优势地位顶多赔他个 N+1的分手费完事儿。这一切在道德上都是如此丝滑就是与道德无关。该办交接办交接，该赔钱赔钱，谁也不会说这么做有哪一方在道德上错了。但是为什么论到婚姻上却好像有些沉重呢？主动提出离婚似乎是个需要承担道德负担的事儿。你提出离婚甭管你赔多少钱你就是错了。我们都说结婚自愿，离婚自由，但是我们真的具有自由离婚的权利吗？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呢，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回答婚姻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婚姻哲学的大问题。婚姻是一种契约吗？还是婚姻本身是具有神圣性的？还是说现行的婚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了吗？所以本期节目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离婚？那为了探讨这个大问题，我们应当从哲学史上邀请哪些哲学家来解答呢？我们今天邀请了3位哲学家来解答这个大问题。他们分别是主张可以离婚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主张不应当离婚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以及主张不应当结婚的法国哲学家波伏娃。他们会分别阐述他们对婚姻本质的看法，并从中推导出他们对离婚的评价，最终需要你来评一评他们中谁的看法更有道理。在进入这个会议正片之前，提前做个说明我们今天就不探讨什么因为出轨家暴虐待子女这些明显的过错甚至犯罪而导致的离婚这种简单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嘛，直接拨打110就解决问题的。我们今天只讨论因为不爱了而选择离婚，这有错吗？这需要有道德负担吗？这是否和7天无理由退货，或者说是否和我这份工作不想干了而提出离职一样，都是来去自由的吗？好，做完说明，下面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有请德国哲学家康德出场。在康德看来婚姻就是基于肉体排他性而互相使用性器官的契约关系。我们之前说了想要了解哲学家对离婚的看法，就不得不先了解他对婚姻的本质的看法。好，我们先来说说康德的婚姻观。康德是怎么看待婚姻的本质的呢？这康德就问这两个人结婚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呢？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德先是锐评了当时主流的2种婚姻观也就是2种对我们为了什么而结婚的回答一种是以生育为目的的婚姻观，另一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我们先看康德是怎么锐评第一种的以生育为目的的婚姻观。这种婚姻观也是很多人抱有的一种传统观念也就是说结婚主要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尼格马可伦理学》里面就提到丈夫与妻子所形成的家庭共同体是先于城邦的，它的重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但是呢，康德指出繁衍后代并不是2人结婚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婚姻的存在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话，康德就说那么一旦生育停止，婚姻就会自动解体对吧？就像南极洲的帝企鹅一样虽然是雌雄一夫一妻的，但每生养完1个幼崽以后婚姻自动解体，明年繁殖季各自重新寻找配偶。但是人类不是这样的生养完孩子以后，夫妻双方还是会在一起的更别说那些生养不了孩子的夫妻，以及现在主动选择不生孩子的丁克夫妻，他们依然会维持婚姻所以呢，婚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生育后代，或者说生育后代并不是形成婚姻的必要条件。那么夫妻双方在一起，如果不是为了生孩子，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爱情呗。好，于是康德接下来锐评了第2种主流婚姻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那这种婚姻观呢，尤其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种更为主流的婚姻观，对吧？就是男女双方因为彼此的爱慕，然后在一起恩恩爱爱，长相厮守。
康德认为呢，这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啊，始于感官刺激啊，简单说就是看对眼了啊，就是被对方的相貌啊、谈吐啊、气质啊这些感性的因素所吸引啊。康德把这个叫做感官之爱，就是哎呀，我一见钟情了，哎呀，我陷入爱河了，哎呀，我想要和对方贴贴了，哎呀，我缠对方身子了。而康德并不反对这种感官之爱啊，他认为呢，感官上的互相吸引啊，这是出自人的自然性欲本能嘛，这是男女之情不可避免的东西。康德认为啊，男女关系都始于感官之爱，这两口子最后能在一起啊，肯定是因为一开始互相看对眼了，对吧？否则的话，如果两个人互相都觉得对方没有吸引力，甚至感官上都互相厌恶对方，那他俩最终是不会走到一起的嘛。但是呢，康德也不认同人们结婚仅仅是为了这种感官之爱，也就是康德并不认同这种基于爱情的婚姻观。为什么呢？你要说是为了爱情而两个人结婚在一起的话，但是这个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啊，结了婚过上日子以后，爱情就没了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康德认为啊，所谓的爱情对象啊，其实是经过恋人自己的幻想而改造过的异性形象。而这一点呢，和我们之前有一期讲 AI 伴侣的大问题节目中，拉康提到的爱情观也是类似的，就是你在爱情结构中爱的其实是自己的幻想。所以呢，如果以爱情为基础而结婚的话，这就是以幻想为基础而结婚嘛，这样的婚姻是很不稳固的。就是没结婚之前啊，觉得对方跟个仙女似的，结婚以后发现小仙女要上厕所，然后整个人都幻灭了。康德对此锐评道：热恋中的人则不可避免地对所爱对象的缺点视而不见，尽管后者通常在婚后8天就让他恢复了视力啊！你们看康德多毒舌了，但是康德他心善呢，属于是头顶的星空和嘴上的毒舌。好，这就是说人结了婚呢就没有爱情了，爱情是很短暂的，所以呢，婚姻啊并不仅仅由感官之爱促成。况且啊，如果只是为了追求爱情的话，你也没必要结婚啊！你不结婚，只是不停的约会或者搞婚外情也能追求爱情啊！所以啊，必定存在着其他更为根本的东西，使得婚姻成为必要。那这东西不是生育，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呢？康德认为是人的尊严。在康德看来啊，如果一个人总是追求爱情，追求感官之爱，这是对人性的贬损。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以身体欲望为牵引的男女交往啊，体现的并不是人之为人的人性，而只是一种动物性。你想想看啊，你没事就拿个交友软件，成天就搁那划人儿啊！你先是在你的交友主页上展示出自己美颜过的照片啊，写上自己的学历、职业、收入、去过哪些国家，平时有什么品味的业余爱好，然后就不停搁那划人儿。那划到的呢，就约人线下见面。然后这个约会呢，也跟走流程似的啊，先是找个饭馆坐下吃饭，然后进入我考考你环节，然后呢聊聊电影，聊聊音乐，然后再聊聊康德，然后说我家也有好康德，反正就是一整套固定的流程和话术，就把对方带回家了。然后完事儿进入贤者模式以后，你开始反思，开始思考，开始愧疚，你发现自己旁边躺了一个陌生人，你不禁反问自己啊，我这到底是图啥呢？我了解对方吗？我和他并不熟啊，我把他当成了啥了呀？当成了一个泄欲工具了呀？那我自己又是个啥呢？我们都听过康德哲学的那个著名的口号，人是目的啊，它的完整表达是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当你把他人当成了满足自己身体欲望的泄欲工具时，同时你也就把自己当成了工具，你贬损了他人的人性，你也就贬损了自己的人性。你成了一个被身体欲望牵着走的小动物，你贬损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康德并不是说啊要我们摒弃自己的自然性欲啊，做个禁欲主义者啊。康德之前也说了嘛，男女之情肯定是始于感官之爱的。康德的意思啊，是我们不要被身体欲望所绑架，成为一个只会约炮的小动物。那问题来了啊！一方面，我们有基于自然性欲的感官之爱的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要维护人性的尊严，管控好自己的自然性欲。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呀。那怎么解决这一对矛盾呢？康德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结婚。结婚就是只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用圣经哥林多前书中使徒保罗的话说，就是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康德说，自然的性关系要么是遵循纯然的动物本性的性关系，要么是遵循法则的性关系，后者就是婚姻啊。下面一句话就是康德给婚姻下的定义啊，婚姻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格的结合，以便终身彼此占有其性属性
这意思就是说你四处乱搞男女关系，这是被动物本能牵制的，是非法的性生活，而你只和你的丈夫和妻子过性生活，这才是合法的性生活，合乎理性的性生活。在康德看来婚姻就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特有的理性，这也是人类婚姻和动物交配的差异所在嘛。就是一方面人有动物性，有自然性欲，但人的尊严体现在人会用自身独有的理性控制自己的自然性欲，那就是只和一个特定的人结成夫妻，排他性的只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康德说婚姻关系是一种遵循法则的性关系这意思就是说婚姻究其根本而言是一种契约关系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纸婚约嘛。而且呢，婚姻这种契约是基于肉身排他关系订立的契约大白话说就是我们约好了今后呢，我的性器官只能给你使用，你的性器官也只能给我使用不能再有第三个人使用了，这就是婚姻。婚姻就是合法的实用性，合乎理性的实用性。康德说婚姻契约只有通过婚内同居（括号肉体的结合）来实现。不同性别的两个人格的契约，如果秘密商定或者放弃肉体关系，或者明知一方没有这种能力，那这个契约就是假冒的契约，建立不起婚姻这意思就是说婚姻必须是基于肉体的关系而建立的。所以呢，按照康德的这个说法婚姻是基于肉体排他的契约关系，那么婚内出轨这种违约的行为就只包括肉体出轨，这个精神出轨是不算违约的比如说呢，你对你的丈夫说我爱上了蔡徐坤，那怎么办那你丈夫顶多对你笑笑说哟，想不到你也是个爱坤但是呢，如果你对你的老婆说我昨天喝多了的时候呢，和女网友开房了，但是你放心好了，我一点都不爱她，那你老婆只会开始盘算怎么让你净身出户了。那也许有人会问那这种婚姻关系不依然是互相把互相当作是泄欲的工具了吗？这里的人依然不是目的非也。康德认为婚姻中的性生活和约炮那可不是一回事婚姻是彼此完全的独占，排他性的独占。因此呢，你把你的肉体完全交给你的婚姻对象的时候，你也就把你的人格交给了对方，而且这是交互对等的。康德反复强调男女双方是平等的，是权责对等的，双方是互相都把各自的人格完全交付给了对方，任何一方都是完全的占据对方，因此就谁也没占谁便宜嘛。那这样双方的人格就各自实现了重建，所以在这里反而实现了人事目的。好，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康德对婚姻本质的看法了。那么介绍完康德的婚姻观，我们接下来看康德会怎么评价离婚。当然康德当然也不会鼓吹离婚他也说过婚姻并不是一种任意的契约。但是我们话说回来既然康德把婚姻看作是一种契约，那么是契约就可以解约嘛，这也是签约人应有的权利嘛。康德自己也说过这种人身法权毕竟同时是采用物的方式的这意思就是说人们在婚姻契约中的权利是和物权是类似的就像你买了东西，你就有权利让别人不碰它。那同理，离婚也是一样嘛，只是一个解约的权利而已。康德接着说，这是因为一旦夫妻的一方走散了，或者投身到另一个人的占有中了，那另一方在任何时候都有权不容争辩的把它当作物品一样重新纳入自己的控制这意思就是说好聚好散嘛。就好比物权关系中的甲乙双方如果都同意我还你钱，你退我货，那我们就解除之前的契约嘛，这没啥大不了的嘛，没有人有义务不离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如果夫妻双方都不爱了甲乙双方都同意协议离婚，那康德会认为那这种离婚在道德上就没什么好指摘的嘛，就是平等的个体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嘛。但是呢，康德会认为就是那些肉体出轨的人那这铁的就是违约了嘛。那在这个意义上呢，这就是道德上有过错的。那如果要离婚的话，这一方就是过错方，他就要受到惩罚无论是经济上的赔偿还是道德上的谴责当然如果有一方不爱了但是没有肉体出轨他主动提出离婚，那按照康德的婚姻观会怎么看呢？按照康德的契约婚姻观呢，这就是你当初签约的时候没有慎重嘛。这就好比你去理发店花了1000块钱办了一张卡说可以理10次发，然后呢你第7次去的时候人家不认账了说不给你理发了你说当初不是说好给我理发的吗？那这种情况呢，对方也还是有过错的哪怕对方说不是我们理发店故意要坑你，是因为我们店经营不善办不下去了，那他们也还是有过错的虽然不像肉体出轨那样严重但依然道德上是有一定过错的嘛不过无论怎样既然康德把婚姻视作是一种类似于物权的契约，那总体上而言，离婚作为对契约解除的权利在不伤害另一方的情况下或者在和对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就是人应有的权利
而且我们要知道啊，康德哲学的底色啊是一种启蒙哲学啊，就是人本主义的啊或者个人主义的。康德讲求人是目的，人的权利是大于婚姻家庭的。我们结婚组建家庭是为了个人的发展，婚姻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婚姻。所以呢，如果一旦婚姻家庭阻碍了人的发展，那么人就有权解除婚姻。好，介绍完康德的婚姻观和对离婚的看法，那台下接下来要出场的黑格尔这时候坐不住了，什么？婚姻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婚姻？哦，为了个人的权利就可以解除婚姻？婚姻是这么儿戏的吗？婚姻是具有神圣性的。好，接下来有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出场。还是老规矩啊，在说黑格尔对离婚的评价之前，先说黑格尔的婚姻观。黑格尔的婚姻观呢，就是从批判康德的婚姻观开始说起的啊。直接念黑格尔的原话，黑格尔说，只是从肉体方面，从婚姻的自然属性方面来看待婚姻啊，因此呢，它只被看成一种性的关系，而通向婚姻的其他规定的每一条路，一直都被阻塞着。那至于把婚姻理解为仅仅是民事契约啊，这种在康德那里也能看到的观念，同样是粗鲁的。因为根据这种观念呢，双方彼此任意的以个人为订约的对象，婚姻也就降格为按照契约而互相利用的形式。我来替大家归纳一下，黑格尔对康德婚姻观的批判呢，主要归结为2点。第一呢，是批判婚姻是基于肉体排他性而建立的，而黑格尔认为婚姻不是基于肉体关系而建立的。第二呢，是批判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黑格尔认为呢，婚姻不是契约关系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说婚姻不是肉体关系。康德认为呢，婚姻是因为人有自然性欲，但是呢，如果像个小动物一样四处约炮啊，这样就很贬损人的尊严。所以婚姻呢，就是用理性管控自己的自然性欲啊，就是2个人签约好了啊，只和对方排他性的互相使用对方的性器官。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康德这种婚姻观呢，说是要体现人的理性、人的尊严，但这种建立在肉体排他性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呢，恰恰是把人看作是小动物了。这男女结婚是肉体关系吗？不是的呀，或者至少说不主要是肉体关系。男女婚姻关系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精神性的关系。我们说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学派的代表哲学家。那这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个名字呢，也叫做德国观念论。那什么是观念论呢？用我们中国人爱说的词儿就是唯心主义所以我们都会把康德、黑格尔都叫做唯心主义哲学家。但是呢，这个康德和黑格尔比起来，那还真是不够唯心主义的。那黑格尔那可是真唯心主义特别讲究自由意识，讲究精神性，对吧？这个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德语关键词就是 Geist 这就是英语中的 spirit 就是中文讲的精神。黑格尔的哲学很有精神。在纯爱战士黑格尔看来男女之间结合组成婚姻家庭并不是基于肉体关系，而是因为精神性的爱这个黑格尔的爱情哲学呢，我们之前在一期探讨 AI 伴侣的大问题节目里面介绍过那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去读一读汪明安老师写的《论爱欲》这本书我们这里再复习一下黑格尔的爱情哲学在黑格尔看来男女之间结婚在一起并不仅仅是寻求肉体上的欢愉，而是寻求一种精神性的承认。那什么叫承认呢？或者也可以叫做认可其实简单说也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其他人对你的认可。我们为什么要其他人来认可我们呢？自信点，我们自己认可自己不就得了吗？那可不行哦，因为人的自我意识的确立，或者说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是由他人的承认才确立起来的。这就像你玩这个单机游戏单机游戏里面的纸片人对你的承认，那不叫承认那叫自嗨是你自己骗自己那玩久了呢，你就会觉得很空虚，感觉自己很没有价值。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希望得到其他真实玩家的承认来夸奖你你这款游戏打得真不错。你需要一个同样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他者来承认你的自我意识，对不对？我们通常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通过他者的眼睛反射出来的。我需要他人对我的承认，我才会觉得我自己原来是有存在感的，对不对？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承认，有权力关系下的承认，有朋友关系下的承认，有利益关系下的承认朋友对你说你这款游戏打得真不错你会觉得受到表扬而感到欣慰如果你作为领导，下属对你说老赵你会上讲的话真有格局你会感到心里美滋滋。但是呢，这些朋友关系的承认权力关系的承认都不是最高的承认。最高的承认是爱。
别人对你一般性的承认呢，是对你的主体性的确认，而爱这种最高的承认呢，则是对方要把自身的主体性抛舍给你。你想想看啊，当一个人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这3个字所蕴含的就是在我的世界里面你最棒，你对我无比重要，我愿意为你而献身。我爱你是最纯粹的、最强烈的、最极端的承认，是对被爱者的人性的绝对的承认，因此也是人性最纯粹、最大限度的满足。一个被爱过的人，才是体会过最高尊严的人。我们寻求爱呢，就是为了寻求一种最高的承认。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你会觉得自己是可爱的，是有价值的，你做的事情，你的生活才有了意义。那在黑格尔看来呢，如果说婚姻是基于肉体排他性而互相使用性器官的契约关系的话，那这并不是爱呀，那这只是一种固定炮友关系嘛。当然这并不是说黑格尔主张婚姻中的两口子只有精神之爱，两口子之间就没有身体吸引了呀，不是的。这黑格尔的意思就是婚姻和校园恋爱它不一样这个校园恋爱就是今天看对眼了，明天就是激情贴贴，那第3天呢又看上别人了又和原来的恋人分手，然后再和别人激情贴贴。那这种校园恋爱呢，是小年轻们之间的感官激情的游戏。但是婚姻跟这个可不是一回事结婚是冲着过一辈子去的呀。那这过一辈子的事儿，那肯定就不是因为肉体上我好馋你就能维系的呀。康德也说过嘛，这个感官激情很快就会消散的。黑格尔也是承认这一点的嘛。所以婚姻肯定就不是建立在感官激情的基础之上的，能够维系婚姻的是精神上的互相承认，是爱。当然，黑格尔的这种爱呢，只能是一种双向互爱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双向奔赴，对吧？我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那正确的回应就是你也必须说回来我爱你，对不对？这才是符合正确的对话语法规则。那否则呢，只有我一方说我爱你，而你却对此毫无回应，那这份爱那就没有奏效嘛，这就是一种单向承认的舔狗关系了嘛。爱必然是一种双向承认。爱的双方呢，是各自把自身的主体性互相抛舍给对方，而这种互相抛舍自身主体性给对方的动作，是通过否定自我、否定自身主体性来实现的。怎么叫否定自我呢？大家知道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对方是特别有魅力的一个人。什么叫有魅力呢？就是很神秘嘛，他古灵精怪，我猜不透对方的心思这就是所谓的他者的他异性嘛。我们之前在讲他性问题的节目里面专门介绍过这个他异性简单说就是他者和自我不一样的地方嘛。那我呢就会尊重这种他者的他异性，想要去认识这种他异性。那怎么认识呢？我就会否定掉自己的主体性，否定掉自己部分的自我意识，而融入到对方的意识里面。也就是我不再以我的视角去看待对方，把对方看成一个客体而是我会以对方的视角去看待他。他平时喜欢吃什么呀？他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他伤心难过他有什么愿望我会从他的视角去看待他。简单说就是我被他夺舍了。当然这并不是单方面的，只有我在否定自我意识那要不然又成了舔狗式的单方面的承认呢。我们彼此是互相夺舍，对方呢也同样在否定自我意识，而融入到我的视角来看待我，对吧？这样我俩不就心心相印了吗？这也顺带解决他心难题了。双方各自的他异性都通过自我否定而被克服了，于是两个人的小心灵融合成了一个大心灵。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自我意识漂泊在空旷的宇宙里面了。其实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爱是一种妥协，相爱的双方呢都得为另一方考虑，各自互相迁就，都得修剪和裁切自我去迎合对方，这样才能建立起一种稳定持久的关系。但这也并不是说爱纯粹都是在否定和修剪自我这又体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精髓了，就是你在这个层面的自我否定呢，却造成了在更高一个层面的自我肯定，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阳气。我在爱中丧失了自我，但又在更高的层面找回了更好的自我，这也就是从我到我们的辩证发展过程。我否定了我，而加入了我们，于是我就在我们这个共同体中成为了更好的我。这就是黑格尔的爱情哲学。那他的婚姻观呢，也就是建立在这种爱的基础之上的。刚刚说的从我到我们的辩证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结婚，从而步入婚姻家庭的过程。我们这个共同体也就是婚姻家庭。我们结婚组建家庭，并不是如康德所言的那样找到一个合法的性对象，而是寻获一种双向承认，消融小我，从我变成我们。
用黑格尔的原话说，就是婚姻的客观出发点，则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同意组成为一个人，同意为那个统一体而抛弃自己自然的和单个的人格。在这个意义上呢，这种统一乃是作茧自缚。其实这正是他们的解放，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自己实体性的自我意识。因此，我们的客观使命和伦理上的义务就在于缔结婚姻。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婚姻双方虽然放弃了自身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但互相从对方那里获得了一种最高的承认，反而获得了自己实质性的自我意识。所以黑格尔才说，结婚是我们的伦理义务嘛，这就是黑格尔版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我们结婚的首要意义在于让我们自己获得成长，获得更好的自我认识，让自己在一个家庭共同体中成为更好的自己。好，我们说回来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我们结婚并不是寻求一种肉体欢愉，我们寻求的是精神上的双向的承认。那我们组建婚姻家庭是一种契约关系吗？那当然不是啊。这就是黑格尔对康德婚姻观批判的第二个方面，婚姻并不是如康德所言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大家想想，什么是契约啊？契约至少得有签约的两方，对吧？也就是有甲方和乙方。但是刚刚我们说了，两个人结婚了，组建了一个婚姻家庭，各自都把各自的主体性消融了，都合二为一了，那这哪里还有签约的两方呢？你想想看你跟你的老婆或者老公结婚了，那如果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的话，那么在契约生效期间，你们还有所谓的甲方和乙方关系吗？你跟你老婆去吃饭你说上一次是我付的饭钱，那这一次该你付账了咱们亲夫妻明算账，要权责对等哦。在黑格尔看来婚姻使得原本两个独立的个体消失了，从而组合形成了一个整全的单一的新的人格，这个新的人格就是家庭。黑格尔在这一点上的婚姻观和康德非常不同康德认为只有人是目的，婚姻家庭是人为了自身发展的一种手段，但黑格尔认为婚姻家庭并非是一种刺激的手段它本身也是目的。在黑格尔看来家庭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实体，它就相当于一个新的人格。大家想想，什么是结婚结婚就是你放弃了你的人格，也就同时放弃了你的个体的独立的权利。以后你的权利都是出自于这个家的，你以后的行动也不再是你自己的个体的行动了，你以后的所有行动都是作为这个家，作为这个新形成的伦理实体的一部分而做出的了。黑格尔对婚姻家庭的观念也体现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社群主义的一面当然我不是说黑格尔就是一个现代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社群主义者这个黑格尔的光谱比较复杂，我是说在和康德进行比较起来，黑格尔的哲学相对展现出了社群主义的一面。这个康德的哲学更多是启蒙哲学，更偏向自由主义就是个人权利是最根本的，然后小到家庭，中到市民社会，大到国家，都是本来作为原子化的个人之间进行商量签订个契约我们约好了合作组个家庭组个社会，乃至组个国家吧。不是的，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本身就是实质性的东西，人也只有在家庭中、在社会中、在国家中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脱离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人是没法想象的。好，这就是黑格尔的婚姻观。婚姻不是肉体关系，而是精神性的爱。婚姻不是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家庭本身就是伦理实体。好，介绍完黑格尔的婚姻观，我们接下来看黑格尔会怎么评价离婚。那既然我们并不是因为感官上的激情而结婚，既然婚姻不是契约关系，那在黑格尔看来，离婚当然就是不应该的了直接念黑格尔的原话：婚姻本身应视为不能离异的，因为婚姻的目的是伦理性的，它是那样的崇高，以致其他一切都对它显得无能为力，而且都受它支配。婚姻不应该被激情所破坏，因为激情是服从于它的。但是婚姻仅仅就其概念说是不能离异的，其实正如基督所说的，只是为了你的铁石心肠，离婚才被认许大概意思就是说除了出轨家暴虐待子女这些情况之外你结了婚的人就不应当离婚，因为婚姻家庭本来就是伦理实体嘛你说我和我的老婆感官激情消散了，不爱了，所以我就选择离婚，脱离伦理实体了，这在黑格尔看来都是不符合伦理的，是不道德的。而且呢，就算真是日子过不下去不得不离的话，黑格尔接着说，但是立法必须尽量使这一离异可能性难以实现，以维护伦理的法来反对任性这意思就是说整个国家和社会都要劝和不劝离，还是要尽力维护婚姻的尊严和神圣性，法律上还是得有个离婚冷静期。
这黑格尔反对离婚啊，说到底还是因为之前提到的黑格尔反对康德的那2点嘛。黑格尔反对离婚，一是因为婚姻啊，它不是康德说的那样是契约关系啊，说签约就签约，说解约就解约。婚姻可不是儿戏啊，这离婚不像你买个空气加湿器啊，用了不满意就能7天无理由退货的呀。黑格尔反对离婚啊，二是因为婚姻不是肉体关系，就像我们当初选择结婚啊，并不应当是出于感官激情上的肉体吸引啊，一下子上头了，互相缠对方身子了，然后哭嚓就签约结婚了。那同理呢，我们今天也不应当因为感官激情的消散，然后哭嚓就选择解约离婚了。这好多人啊，说是要离婚啊，就是因为另有新欢了呗，就是伦理被激情战胜了呗，就是管不住自己下半身了呗。你为了那么点下半身的破事，就要打碎自己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你有点出息没？婚姻家庭作为一个伦理实体，是一种自我的延伸啊，是自我意识的扩展。离婚就相当于砍掉另一半的自己啊。大家都听说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本来是一个好端端的人啊，因为家庭维系不下去了，离婚了，然后整个人都颓了呀。这就是把你从一个原本互相承认、互相扶植的家庭共同体中，哭嚓抽拔出来了，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原子个人了。而且呢，在黑格尔看来啊，婚姻家庭本身就是伦理实体，就像国家在黑格尔看来也是伦理实体，不应当离婚啊，就类似于国家不容分裂一样。离婚它不是过家家啊，婚姻是具有神圣性的。总之呢，纯爱战士和家人侠黑格尔是反对离婚的，离婚是不符合伦理，是不道德的啊！说是因为感官激情消散就不爱了，这种离婚肯定是不符合道德的。好，介绍完黑格尔的婚姻观和对离婚的看法，那台下接下来要出场的波伏啊，这时候坐不住了，什么离婚还有错了？你们之前发言的2个哲学家爹味儿都太重了呀！可不可以离婚这事儿啊，要听听我们女人的看法。我们不仅应当离婚啊，我们甚至都不应当结婚。好，接下来有请法国哲学家西蒙纳德·波伏娃出场。在这里插播一段会议说明啊，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呢，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那有人就问了，夏先生，那你关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你别总做个不粘锅，没一点个人观点啊。如果想了解我对于这些问题的个人观点呢，欢迎扫码加我的个人微信，我就会把我对本期大问题的个人看法发个朋友圈和你探讨交流，并且呢，我也会分享一些我平日里个人的思考和心得分享一些我不好意思在平台上说的话算是我的个人专栏吧。好，会议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如果在康德看来，离婚是签约人应有的一种解除契约的权利，在黑格尔看来，离婚是一种对伦理实体的破坏，因而不符合伦理，那么在法国哲学家西蒙纳德·波伏娃看来，离婚那可太应该了呀！你还在纠结什么？你早就应该离了呀！你甚至都不应当结婚。那说到这个呢，我们就要先从波伏娃对现代婚姻制度的批判说起了。作为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波伏娃肯定是要批判现代婚姻制度的当然也就是对之前提到的康德和黑格尔的婚姻观的批评当然波伏娃在他的名著《第二性》中没有指名道姓的来批判康德和黑格尔的婚姻观但基本上都能对得上一个都跑不了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黑格尔黑格尔认为呢，男女结婚靠爱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也就是家庭。虽然呢，双方都消融了自身的主体性，但是呢，双方在新的整体中获得了新的自我意识，获得了自我的成长这也就是从我到我们的辩证发展过程。我否定了我，而加入了我们，于是我就在我们这个共同体中成为了更好的我。纯爱战士黑格尔描绘的这幅图景非常美好，对吧？但是波伏娃就要问了。黑格尔你就收收你的美好幻想吧。请问，在现实的婚姻中，这个真的发生了吗？到底有多少夫妻结成了一个新的整体，从而双方都丧失了个体独立的个性呢？好像丧失个体独立个性的只有女方吧。波伏娃在他的《第二性》中反复强调，女方婚后在日复一日的烧孩子、带饭、洗袜子、洗内裤的家务劳动中丧失自我。就是本来婚前还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知性的文艺女青年本来是一个985、211毕业的哲学博士喜欢去咖啡馆和酒吧和别人探讨哲学问题比如说喜欢批判康德、批判黑格尔。结果结婚以后，成天在家相夫教子，把一身学问和本领成天用在钻研怎么样带孩子、怎么样养花、买哪款扫地机器人和空气加湿器上呢？结果学位也没用了，以前的爱好也都丢了，知识也忘了，康德说过啥自己的脑袋也理解不了了。
回去参加校庆的时候，和年轻未婚的师妹们聚会，在师妹们都在探讨哲学、文学和政治的时候，发现自己早与社会脱节，满脑子就只剩下烧孩子、带饭、洗袜子、洗内裤，成了一个孩奴。发现自己的脑子除了做家务和孩子之外，就空空如也，就啥也不知道了。婚后的女性每天在柴米油盐和烧孩子带饭的磨损中，只剩下逐渐封闭的内心和枯萎的灵魂。而男人会因为结婚而带来什么呢？俗话说嘛，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那可不是吗？结婚当然使得一个男人没了后顾之忧，可以腾出手来去搞事业。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只有女人受伤害的世界达成了。婚姻让女人牺牲了自己的个性，成为了一个被异化的物啊！咱就不说大道理啊，就举现实中的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男人去找工作，面试的时候说自己是已婚男士，这是会加分的；而女人去找工作，面试的时候说自己是已婚女士，这是要减分的，就是这么现实。波伏娃认为，在现代婚姻制度中，男人是主体，女人是他者，女人是被他者化的啊。什么是他者呢？简单说就是丧失自我、丧失主体性的意思，成为了一个对象。女人丧失自身的主体性，成为了第二性，从而把主体性转交给了男人。并不是如黑格尔所言的那样啊，男女结婚，双方都丧失了自己原本的主体性，从而获得了新的作为整体的主体性。波伏娃认为不是这样的，结婚只是让女性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以此强化了男性的主体性。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啊，男人在婚姻中其实也被绑架了呀！结婚前要准备彩礼，婚后呢还要买奶粉、还房贷，下班到家以后呢，还得在地下停车场坐半个小时才有勇气回家。当然啊，波伏娃对于这一点也承认啊，他认为啊，现代婚姻制度啊就是一种异化制度，不仅异化女的，同时也异化男的，让男方和女方都被绑架到这个制度里面，互相折磨，从而失去人性，失去自由。说到这个呢，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电影啊，名叫《革命之路》是由原来泰坦尼克号的2位男女主演演的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有人就说这个《革命之路》就是泰坦尼克号的续集，就是如果杰克和露丝都活下来并且结婚了，那他俩后来会被现实的婚姻制度摧残得不成人样的。好，波伏娃批判完黑格尔的婚姻观，也就是婚姻并不会让人变得更好，婚姻会让人，尤其是让女性异化。那么对于康德的婚姻观，我估计波伏娃会说，康德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按照康德的说法，婚姻就是基于肉体排他性而互相使用性器官的契约关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姐妹我跟你签约结婚了，你随时想对我那啥，我就有义务配合跟你那啥。可是凭什么你想跟我那啥，你也得征得姐妹我的同意啊？不，婚内强奸也是强奸啊。而且呢，波伏娃对康德婚姻观会吐槽的另一点就是康德对肉体排他性的强调。这感觉就像是把自己卖给另外一个人呐！我只能和你贴贴，我只能是你的人我是个货物吗？这也太不把人当人看了吧！用波伏娃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候的话说，就是任何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死死绑定在一起，强迫不再渴望彼此的人同床共寝的制度，都是一种糟糕的制度。而现代婚姻就是这么一种糟糕的制度，它就是一种卖身契。换句话说呢，现代婚姻制度呢，确实就像康德说的，这就是一种和物权关系一样的契约关系，这一点波伏娃是认同的。但是波伏娃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正义的契约，人是人，财产是财产对人的性属性拥有财产权，这能是正义的吗？总而言之呢，在波伏娃看来现代婚姻制度是这么一种异化人的不正义的制度。那么批判完黑格尔和康德的婚姻观呢？波伏娃当然并不是只管杀不管埋，只破不立那如果现代婚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现代婚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不正义的制度。其实这一点波伏娃也是认同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婚姻制度本质的揭示的，也就是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所揭示的，现代婚姻制度的实质就是拥有私有财产的男性以排他性的方式独占女性，以确保能将自己的私有财产传递给自己的血缘继承人，这完全就是对女性的一种剥削和压迫。那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波伏娃给出的方案就是不结婚，坚决不结婚，坚决抵制这种糟糕的不正义的制度。那不结婚的女性应当如何自处呢？首先，女性应当有自己的工作，有自身独立的经济收入，这有钱才有自由嘛，才不至于沦为男人的附庸，才能生活下去。
第二，就是女性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成为知识分子，这样才能让男人不仅不能从经济上压迫我们，而且再也不能说我们没文化，从智力上压迫我们。当然了，波伏娃也并不是一味的要搞男女对立啊，说这个女人就不能和男人在一起了啊。波伏娃认为男女当然还是能够在一起的，不过是以一种革新后的婚姻关系在一起。在这种新型关系中，男女是平等的，谁也不试图去奴化和控制对方，双方在经济、社会和法律地位上平等，共同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这种新型关系是一种两个平等个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种新型关系中呢，女性应当拥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包括经济独立和思想自由。只有这样，女性才不会被限制在传统的家庭角色中，才能真正在婚姻中实现自我价值。而且波伏娃强调男女双方在思想上要有共鸣能够一起探讨哲学、文学和政治白天各自上班，晚上下班回家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一起批判康德、批判黑格尔。而且呢，波伏娃特别强调在这种新型关系中男女双方要处于一种开放式的关系，并不像康德和黑格尔讲的那样那种死死绑定的排他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开放式的关系中男女双方既互相承诺在一起，但又保留各自的性自由。总之就是主打一个独立自主。波伏娃在自己的生活中就践行了他的哲学理念，他与另外一名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采取的就是这么一种开放式关系，并且维持终身。好，这就是波伏娃所认为的可取的一种正义的婚姻关系。那么介绍完波伏娃对婚姻制度的批判和他自己的婚姻观，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婚姻本质大问题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探讨了婚姻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是否可以自由离婚的问题。简单总结一下，康德认为婚姻是基于肉体排他性而互相使用性器官的契约关系。那既然是契约关系，签约人就具有解除契约的权利，因而可以自由离婚。黑格尔认为婚姻不是契约关系，婚姻家庭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实体，婚姻不是儿戏，因此不应当离婚。波伏娃认为现行婚姻制度是一种异化人的不正义的制度，它尤其体现在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使得女性成为他者，成为第二性。因此当我们幡然醒悟时，我们当然应当离婚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当加入这种婚姻制度。今天介绍的这3位哲学家关于婚姻本质的看法，你更认同哪一种呢？或者关于婚姻本质和离婚这个大问题，有没有你认为更有道理的回答？今天探讨这个婚姻本质的大问题我在准备写这个节目稿的时候我就心说咱也没结过婚，那我还是得通过读书来参考别人的看法对不对？结果呢，我读了半天哲学家对此的看法比如说读了好半天康德的婚姻观发现他写的真是头头是道然后突然才想起来，康德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没结过一次婚那他怎么还敢对婚姻发表看法呢？后来想想估计他也是读书读的吧。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或许在座的你也没结过婚也没离过婚，也欢迎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本期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